上回书中说到，第七宇宙破坏神比鲁斯大人从漫长的沉睡中苏醒，一心想找超级赛亚人之神切磋。通过多方打听，比鲁斯得知幸存的赛亚人孙悟空正在剑王星修行，于是与维斯一起带上便当，动身前往剑王星。与此同时，布马在豪华游轮上举行生日派对，邀请各方亲朋好友到场参加，众人再次欢聚一堂，一起吃喝玩乐，十分快活。乘坐彩虹桥的旅程十分漫长，足足有20分钟，相当于一集动画片的时间。比鲁斯抓紧时间打开便当，向维斯抱怨伙食越来越差，根本不合口味。维斯提醒布鲁斯，再走10分钟就到北剑王星了，再不快点吃，一会儿就吃不上了。同一时间，北剑王也感受到了比鲁斯大人强大的气息和压迫感，知道比鲁斯正向着自己的星球赶来，急得原地转圈，绞尽脑汁想办法将悟空赶走。悟空啊，你小子怎么还没走？还不快去参加你朋友的生日派对？不去的话，你朋友恐怕就不理你了。悟空一眼就看出了剑王的窘迫，这个小老头一定有事情瞒着自己。豪华游轮上，布马埋怨贝吉塔和孙悟空不肯到场参加派对，一生最重要的2个男人都没来，心情可想而知。为了这次生日派对，布马豪掷上亿，特别准备了宾客游戏的礼物，光是3等奖就是一架私人飞机，2等奖是一套城堡，1等奖是比脑袋还大的钻石。特等奖则更加劲爆神秘。18号一听奖项就来劲儿了，本人不贪财啊，拿个2等奖就够了。极其大骂孙悟空，居然在这种时刻跑去修行，世界上最大的渣男也不过如此。特南克斯带着武田偷偷溜进存放奖品的密室去看神秘大奖，原来特等奖是7颗龙珠，地球上最值钱的大奖莫过于此。就在保险柜被打开的一刻，龙珠的位置暴露在了龙珠雷达上。世界上不止布马有龙珠雷达，最原始的大反派炒饭大王也持有龙珠雷达。此时他正和自己的2个手下玩荒野求生，在一个比中年男人头顶还要秃的荒岛上挖宝藏。龙珠雷达响起来的时候，炒饭大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7颗龙珠竟然都凑齐了。而且最幸运的是，这龙珠竟然缓缓向自己所在的位置靠近。炒饭大王抬头寻觅一番，看到了海面上正慢慢驶来的豪华游轮。难道说龙珠就在游轮上面？这可真是时来运转，否极泰来，命运的天平马上就要偏向我这边了。炒饭大王指挥2个手下划着破烂小船向豪华游轮靠近。破烂小船由于是最糟糕的便宜货，下水就漏水，眼看小船就要沉底了，小五急得大哭。好在被特南克斯和雾天撞见，2人扔下救生梯，将倒霉3人组拉上了游轮。特南克斯大方地邀请3人在船上吃些东西。3人流浪荒岛已经好多天没吃过食物了，此时已经是饥肠辘辘，但炒饭大王却坚持不肯接受别人的施舍，2个手下只好听从命令。3人蹲坐在路边，看着来来往往的食物，饿得口水止不住的流。特南克斯与雾天将食物端到3人面前，邀请他们一起享用。布马将电话打回家里，命令贝吉塔来参加生日派对。贝吉塔本来是拒绝的，但是他心里还是爱老婆的，虽然极不情愿，但还是乖乖登上了游轮。悟空这边修行的太过沉浸，一不小心将剑王刚修不好的房子给震塌了。剑王埋怨悟空总是冒冒失失，不小心说漏嘴，将比鲁斯大人的事情说了出来。悟空一听来了兴趣，剑王强调比鲁斯是非常厉害的选手，能摧毁世上所有的一切，谁也别想阻止他，而且十分随性，在他下次沉睡前都会不停地破坏东西。看着悟空期待的眼神，剑王警告悟空千万别有什么奇怪的念头。2人正说着话，只听嗖的一声，剑王吓了一跳，赶快将悟空推进屋内。不用说，比鲁斯大人驾到了。剑王一见到比鲁斯，吓得浑身打颤。悟空在房子里偷看比鲁斯和维斯，这2人一看气魄就很强，而且丝毫感觉不到他们的气，简直不可思议。悟空已经按耐不住要动手了。比鲁斯居高临下看着剑王，好久不见，北剑王，你这地方还真小。北剑王立刻陪笑，小小寒舍让您见笑了，请赏脸，在这用餐如何？一听说要用餐，比鲁斯立刻来了兴趣。不过请比鲁斯吃饭可是有很大风险的，如果味道不合胃口，比鲁斯动手指就要毁灭星球。不过因为在刚来的路上吃过盒饭了，比鲁斯决定放剑王一马，暂时就不用餐了。北剑王立刻招待比鲁斯来点饭后甜点，小小饼干不成敬意，说了不要就是不要，再啰嗦就把你的星球毁了。北剑王差点吓尿，立刻陪笑，多有冒犯，还请手下留情。比鲁斯点名要见赛亚人，北剑王一看是奔着悟空来的，不敢耽搁，立刻招呼悟空出来参见比鲁斯大人。悟空潇洒的摆摆手，嗨，我是孙悟空。北剑王一个大逼斗打在悟空头上，你也活了一把年纪了，不会好好打招呼吗？悟空立刻严肃起来，正步走到比鲁斯面前，你好，在下就是名为孙悟空的不才之人。
比鲁斯向来喜欢有礼貌的人，所以对悟空第一印象还不错。他向悟空打听超级赛亚人之神的事情，悟空表示自己也没听说过。被剑王一个杀人眼神瞥过来，悟空立刻正色道：“对不起，在下不曾耳闻。”比鲁斯走到悟空面前，听说是你击败了弗利萨，此话当真？悟空大方地承认了自己的战绩。比鲁斯大致看了看悟空的身体形态，常态下的悟空看起来没什么厉害的，不过也许他变身成超级赛亚人就很厉害了。比鲁斯见悟空对超级赛亚人之神确实一无所知，失去了兴趣，决定和维斯一起前往地球去见见贝吉塔王子。悟空在比鲁斯临走前叫住他：“比鲁斯大人，听说您厉害的不得了，能不能让我见识见识？”比鲁斯一听，好小子，既然想试试我的力量，你想怎么试？悟空大胆地向比鲁斯发出挑战，剑王差点吓瘫，竟敢跟比鲁斯大人说这种话，实在太失礼了。剑王向比鲁斯表示歉意，并表示自己过后一定好好管教悟空。比鲁斯对悟空的一番话起了兴趣，自己活了几亿年，这么有趣的要求还是头一次听到。或许你有点得意忘形了，或许你只是一个蠢蛋，那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力量。剑王表示悟空只是单纯的蠢而已，他把悟空拉到一边，让悟空不要蠢过头了。比鲁斯大人与他至今为止交手过的所有人都不是一个档次，悟空在比鲁斯那里就像是一颗鼻屎，随便吹一口气就能将他吹到宇宙尽头。狗空，你对力量一无所知。悟空没理会剑王的警告，直接换上武道符变身超散。比鲁斯稍稍有了一点兴趣，而且非常给面子的决定陪悟空玩几把。维斯打开盒饭，打算边吃边看，结果悟空刚一出招，维斯只瞄了一眼就把盒饭盖子合上了。看来没时间吃便当了。悟空率先发动攻击，他所有的招式都被比鲁斯轻松躲开，压根挨不到比鲁斯。比鲁斯打了一个哈欠，对悟空的能力给予肯定：“你这小老弟有点厉害，怪不得能打败弗利萨。不过你的实力充其量也只能对付弗利萨那种角色了，我还挺期待呢。结果真无聊。”比鲁斯招呼维斯上路，他对悟空失去了兴趣。悟空急了，明明还没分出胜负，于是便是超级赛亚人第二阶段。剑王好心劝告悟空适可而止，搞不好不只会送命，一个星球的人都会跟着遭殃。比鲁斯表示有点意思，似乎力量更强了一点，不过也只是花样更多了而已。悟空的拳头还是碰不到自己。悟空恳求比鲁斯也稍微攻击一下，一位躲闪，根本看不出来他有多厉害。可是前提是你必须让我佩服你的力量。悟空只好继续攻击，但是根本近不了身。超级赛亚人2竟然连对方汗毛都碰不到一下。比鲁斯全程面无表情，悟空已经累得气喘吁吁。就这种水平根本用不到我反击。不过看你的样子，应该还有力气没有使出来吧？赶快都用出来吧，否则你别想看破坏神的力量。悟空见比鲁斯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于是拿出全力，便是超级赛亚人第3阶段。维斯慢慢打开便当盖子，超级赛亚人3嘛，那我就可以吃便当了。悟空的超级赛亚人3终于可以碰到比鲁斯了，然而只是碰到而已。比鲁斯一只手轻松挡下悟空所有的攻击，悟空一发龟派气功，比鲁斯用一根手指头就接下来了，竟然全部接下来了，有意思。悟空冲向比鲁斯，就在马上要挨近的时候，悟空的身体突然向后退了一步，连悟空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。比鲁斯大赞悟空是个战斗天才，因为悟空没办法感受到自己的气息，就在刚刚一刹那间，自己本想一招将悟空撂倒，但是悟空却凭借着身体本能退后一步，避开了比鲁斯的攻击。这说明悟空的确是个天才。比鲁斯认为悟空很可能还隐藏着巨大潜力，比如超级赛亚人之神。悟空继续贴着比鲁斯打，比鲁斯避开悟空的攻击。今天玩得很高兴，所以比鲁斯决定破例交给悟空一件事儿：破坏神是很可怕的。比鲁斯给了悟空一个脑瓜崩，接着闪现到悟空身后，手掌轻轻触碰了悟空一下，悟空便惨叫一声从空中跌落，解除了超赛形态。比鲁斯也不再纠缠，叫来韦斯与他乘上彩虹桥离开了。剑王感叹悟空生命力太强，这都没死。不过主要感谢比鲁斯大人手下留情，没对悟空动真格。剑王紧急隔空喊话贝吉塔，告知他破坏神比鲁斯正向他那里赶过去，千叮咛万嘱咐一句话，绝对不可以动手激怒比鲁斯，什么都不要做，否则地球就没了。剑王强调，悟空不听劝，动手挑战比鲁斯，结果2招就被打得差点瘫痪。这么一说，贝吉塔立刻就了解了来者的恐怖，卡卡罗特竟然都挨不过2招，看来对手不是等闲之辈。比鲁斯这个名字，贝吉塔总感觉在哪里听过，一时间却想不起来。
正回忆的时候，维斯和比鲁斯已经来到了游轮上。贝吉塔一见比鲁斯，直接就趴了，不知道比鲁斯用了什么法术，自己的身体动弹不得。当他看清楚比鲁斯的长相时，身体控制不住的发抖。他终于想起来，自己在儿时就曾见过比鲁斯，比鲁斯曾光临过贝吉塔行星。因为贝吉塔王将宇宙第一舒服的枕头偷偷留给自己用，献给比鲁斯宇宙第二舒服的枕头，引起了比鲁斯强烈不满。这就是著名的贝吉塔行星枕头惨案。贝吉塔行星因此导致了后来的毁灭。比鲁斯见到贝吉塔后表示很失望，本以为贝吉塔王子长大了能有点出息，没想到还是如此弱鸡。这时布玛刚好路过，比鲁斯和维斯表现得彬彬有礼，这让布玛对他们二人很有好感，热情地邀请比鲁斯参加生日派对，品尝各种美食。比鲁斯对于美食向来是来者不拒，很爽快地答应了。布玛将比鲁斯介绍给大家，雅木茶大大方方地揽过比鲁斯的肩膀，和他谈笑风生。克林端了一大盘章鱼烧，比鲁斯尝过一口就爱上了这种美食，贝吉塔的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了。从目前情况来看，只要不惹怒比鲁斯，他就不会摧毁地球。不过难保这些家伙会不会节外生枝。比鲁斯吃饱喝足，准备和维斯一起打道回府。这时特南克斯与雾天在一旁互射喷水枪，不小心把比鲁斯淋了个透心凉。比鲁斯大怒，眼看就要发飙，贝吉塔大吼一声跳入水中，直接当场宰了一条章鱼，亲自下厨给比鲁斯做章鱼烧。比鲁斯震惊了，立刻没了脾气。在等待章鱼烧的空闲时间里，维斯邀请比鲁斯一起去品尝润滑可口的甜品布丁。可惜的是，布丁小摊上的所有布丁都被胖布欧给承包了。维斯与比鲁斯礼貌地向胖布欧讨要一份布丁尝尝，胖布欧直接将所有布丁都沾上口水，比鲁斯当场暴怒，暴打胖布欧一顿。很明显，比鲁斯手下留情了，留了胖布欧一条命。本期内容就是这些，贝吉塔该如何阻止暴怒的比鲁斯？地球会不会因此而被摧毁呢？我们下期继续来说。